我现在在乐潮 KTV， 你赶紧过来接我回家。现在是半夜2点，你打电话叫我去接你，是不是有些冒昧？我又不是你司机。我表哥可是公司人事部总监，让你接送我是你的福气，你要不照办，我就让我表哥开除你。原来他还不知道我是老板。哼，怕了吧？怕了就赶紧过来，路上给我带杯热牛奶，我上车就要喝。你是公司的车间技术工吧？我昨天看到你开车经过锦绣小区了，我就住那儿，你顺路送我一程。管着几万人的我，竟被人这样命令。赶紧出发吧，我赶时间。连句谢谢都没有。算了，刚毕业不懂事。以后你早上去公司的时候，记得在我小区停一下，顺路接我。我不喜欢烟味，虽然这是你的车，但你以后不许在车上抽烟。今天我比你早下来3分钟，你下次注意，别再让我等。你这座椅太硬了，明天记得给我垫个软毛坐垫。你这车的颜色我不太喜欢，有空的时候去贴个粉色的车膜。原来人事部总监是他表哥，难怪这么嚣张。你怎么不说话？你怎么不说话呀？动身了没有？没有，我要睡觉，你自己打车吧。你疯了，竟敢挂我电话！你知不知道我表哥现在就在我旁边？哦，所以呢？这你都不懂，难怪你只能在公司底层做苦力。我告诉你，我今天请我表哥一家唱歌喝酒，你但凡有点眼力见，就赶紧过来帮我把 KTV 的账结一下，再把我们这群人挨个送回家，给我表哥留下一个好印象。你做的让我们满意了，我可以考虑帮你美言几句，到时候我表哥一句话就能把你从车间调到办公室。好一个如意算盘，让我当司机还不够，还想让我当冤大头。你确定你表哥一句话就能让我升职换位？人事部总监的权限虽然挺大，但远没有到能随意调动岗位的程度。中层以上的任免需要副总审批，核心岗位的调整更是要经过总裁办公会，而这些流程的最终批复都会呈到我的办公桌上，需要我的签字确认。当然，我告诉你，上个月市场部有个老员工，因为跟我表哥拌了句嘴，就被我表哥调去了仓库。那人在公司干了6年了，说调走就调走，连吭都不敢吭一声。所以你别不识抬举，我表哥在公司的能力不是你这种底层能想象的。上个月确实有个能力不错的老员工调去仓库，当时副总说是他主动申请，没想到竟是陈泽在搞鬼。那你表哥在公司挺有手段啊。你才知道，我表哥说等过段时间会把我们家族里的男女老少全部弄进公司，让我们家里的势力遍布各个部门，到时候整个公司就是我们一家人说了算。好一个人事部总监，野心还真不小。你表哥这么做，就不怕老板知道？我表哥说了，公司老板是我们市的首富，手底下管理着10几个大企业，根本顾不上我们这个规模最小的分公司。只要老板不在，我表哥就能只手遮天。原来是内部出现了害虫，难怪这家公司一直做不起来。你到底来不来？我告诉你，等我们家人进公司，个个都是你的领导。你现在不巴结我，以后有你受的。巧了，我这人从来不喜欢巴结人。你们一家人既然这么有本事，那就自己想办法回家吧。层车监工还敢跟我唱反调，
你等着，我不仅会让我表哥开除你，还会让你被整个行业封杀。我掌管10几家公司，身家上百亿，居然被一个实习生威胁封杀。区一个人事部总监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耐，害虫恐怕已渗透到高层了。通知下去，明天上午9点，我要召开全体员工大会，所有人必须到场，不得请假。收到，林总。表哥，就是他！你就是那个对我表妹出言不逊的车监工？当初是谁招你入职的？我怎么没见过你？陈总监，你在这家公司也干了5年多，公司高层的脸你认得全吗？你什么意思？我在人事部5年，哪个高层没见过？你少在这跟我兜圈子！表哥，连你这个人事总监都没见过，那他肯定是走后门进来的，你赶紧开除他！哼，原来是个走后门的。难怪这么没有眼力见！看在你接送我表妹上下班1个月的份上，我可以允许你继续留在公司，但你必须要遵守以下几个要求： 1. 关系费5万，直接打在我的个人账户上，不然我一句话就能让你这个关系户离开公司。 2. 你要保证以后每天都得接送我表妹上下班，并且对她言听计从，有求必应。 3. 昨天你没听我表妹的话过来接我们，这件事你得做出相应补偿，打车费算你1000，喝酒唱歌的费用总共4000块，还有我表妹被你气得一晚上没睡觉，精神损失费1万。现在你总共欠我们6万5，现金还是转账？他不赶紧给钱，工作就保不住了。上次有个跟陈总监顶嘴的，第2天工位就空了。惹谁不好，偏偏惹到陈总监，这下惨了。想要进公司的人都得在你这儿交5万块的关系费吗？那得看情况了。像你这种没有经过正规招聘流程进来的人，我作为人事部总监帮你补办手续，摆平档案，难道不应该收点辛苦费？就是，我表哥肯收你的钱，那是看得起你，就像我坐你的车一样，那也是你的福气。如果我拒绝呢？拒绝？我告诉你，今天公司老板要亲自过来召开全体员工大会，到时候我只要在老板面前提一嘴，说你是违规入职的关系户，你不仅保不住工作，连介绍你进来的那个人也要跟着倒霉。所以你最好想清楚，6万5买一个安稳，对你来说可不亏。表哥，今天公司老板真的会过来？对，副总一大早就在群里发了通知，让大家务必到场。表哥，那你知道咱们老板喜欢什么类型的女人吗？你看我有没有机会？你年轻又漂亮，应该没有哪个男人能拒绝。哼，这也是我招你进公司的原因。等老板过来了，我会想办法向他引荐引荐你。要是你能俘获老板的芳心，那咱们家族才是真的一飞冲天。表哥，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让老板爱上我的。老板可不会喜欢你这样的。你这个底层乡巴佬懂个屁！赶紧把该给的钱给一给，不然等我成了总裁夫人，你想巴结讨好我都不够格。最后问你一次，6万5给还是不给？不给。既然你不识好歹，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保安，赶紧把这个非法入职的底层车监工赶出去！这人连防都没防，怕不是有后台吧？别管那么多，等陈总监下死命令再说。先别动手，万一是哪个高层的亲戚呢？王副总来了！王副总好。怎么回事？为什么大家都聚在公司门口？王副总，我刚抓到咱们公司有个违规入职的关系户，没经过正规招聘流程就混进了公司，而且此人态度极其恶劣，不仅不配合调查，还对我出言不逊，所以特意想赶在老板过来之前把他赶出去，不然让他撞到老板就完了。对，他不仅走后宫门进来，还肆意揣度老板的兴趣爱好，对老板出言不吝，这种人就得赶紧轰出去。什么？竟然还敢对老板出言不逊！赶紧带我看看是谁这么大胆！就是这个屌丝！
老板，王副总，您开什么玩笑？就他，老板，这怎么可能？就是啊，王副总，您是不是昨晚没睡好眼花了？他一个天天往车间跑的底层技术工，怎么可能是老板？咱们老板可是市首富，手底下10几家公司，身家上百亿。他呢，穿着地摊货，开着10几万的代步车，哪有一点老板的样子？他不是总跟那些底层工人们混在一起，哪像大老板？上周我还在食堂看他吃的跟咱们一样的12块钱饭呢。我之前还看他帮别人修机器呢。一个大老板会干我们这事儿？王副总，您该不会是被这个骗子蒙蔽了吧？还是他跟您说了什么，让您产生了误会？说够没？王副总，您肯定是被这个骗子蒙蔽了吧？还是陈泽，你给我闭嘴！哼，还在嘴硬。林总，对不起，是我管理不力，让公司员工目中无人，让您受了委屈。陈总监，你觉得公司老板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哼，至少不会像你这样穿着地摊货，开着破车，天天在车间里跟工人们混在一起。哦，那老板应该怎么做？穿名牌西装，开豪车，坐在办公室里吹空调呀。老板可是咱们公司的门面，当然要有老板的样子。大家看看他，浑身上下哪有一点老板的气质？就是我表哥说的对，你要是老板，我把这公司的门槛都舔干净。都闭嘴！我经常跟老板汇报工作，怎么可能认错人？这就是我们公司的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林天清，林总。林总平时保持低调，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公司的实际情况。他每天穿工装，吃食堂，甚至去车间干活，都是为了亲身体验一线员工的工作状态，目的就是为了去找到公司存在的问题。你们闯下大祸了！王副总，你确定他真的是林总？废话，我还能当众拿这种事儿开玩笑不成？陈泽啊，陈泽，你真是好大的胆子啊！你竟敢在公司门口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向公司老板索要65000块钱的关系费和精神损失费，你知不知道你这是自掘坟墓？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是老板？那女的刚才说什么舔门槛来着？这下好了，不用舔了，直接可以卷铺盖走人了。从现在开始，谁都不准动。那个穿工装的就是老板，陈总监这回踢到钛合金板了。林总，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您也真是的，怎么不早说自己是公司老板呢？您但凡早点亮明身份，我都不至于跟您开这种玩笑啊！开玩笑？对呀，就是开玩笑。我之前提出的那65000，就是跟您闹着玩的。您这么大一个老板，总不能当真吧？就是，林总啊，我也是跟您闹着玩的，咱们这叫不打不相识呀。您想想，我怎么没坐别人的车，偏偏坐到了您的，说明咱们俩有缘，这都是上天安排的。林总，您大人有大量，应该不会跟我一般见识的，对吧？再说了，我坐您的车，那也是给您长面子。您想想，一个漂亮小姑娘天天坐您的车，说出去多有面子。他现在越描越黑了，我都替他尴尬。别说了，陈总监，你自己死就算了，别连累我们这些刚才帮你搭过腔的啊。陆芊芊，林总，怎么了？你刚才不是说，如果我是公司老板，就把公司的门槛舔干净吗？他的每一句话都在讨债。林总，我那是开玩笑的，你怎么能当真呢？林总，开会时间到了，全体员工去会议室集合。暂时缓刑了，我先去把自己嘴缝上，进了会议室一个字我都不说了。别磨蹭了，该来的总会来，帮腔的、看戏的、动手的，会议室里一个都跑不了。
今天开这个会，主要有几件事要解决。第一件事，王副总，上个月市场部有个老员工调去了仓库，这件事你了解多少？是市场部的韩星，他在市场部干了6年，业绩一直不错。当时是陈总监提交的岗位调整申请，说是老韩本人主动要求调岗的，你核实过吗？我问过陈总监，他说已经跟老韩确认过了。陈总监，你确定是老韩主动要求调岗的吗？林总，确实是老韩主动申请的，我这里有他签字的申请表。是吗？那为什么我派人去调查这件事时，老韩的妻子却说是因为你跟老韩发生口角争执，被强行调去仓库，郁郁寡欢，甚至还因此查出了中度抑郁，现在人还在住院治疗。老韩可是干了6年的老黄牛，说调走就调走，结果居然是被整的。我是仓库的，老韩来报道那天眼角都是红的，我跟他对班3个月就没见他笑过一次。林总，这中间可能有什么误会，老韩当时确实是……陈泽，你确定要当着全体员工的面继续编下去？刚才说老韩主动申请的，结果现在又不说话了，我这5年怕不是跟了个贼。我以前还觉得陈总监挺有本事的，现在看来，我们整个部门都是他家的私产。你在公司5年了，对吧？对，林总，5年零3个月，这5年里我可是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为公司操碎了心。操碎了心？可不是嘛，林总，你也知道咱们公司这几年效益不好，我作为人事部总监，又是招人又是裁人，里里外外都要操心，有些事儿可能做得不够妥当，也是为了公司的利益考虑啊。好一个为了公司考虑，那你朝公司员工收取关系费也是为了公司利益考虑？林总，我收的那点钱都是用来给公司打点关系的，你也知道现在招人难，有点本事的人都被别的公司抢走了，我不花钱打点，哪能为公司招到顶尖人才？林总，您不能只看我收了多少钱，得看我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啊！那你倒是说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这5年，我经手招聘的员工少说也有300人，这些人每年的工资总额大概是2000万，但他们给公司创造的营收至少是1个亿。林总，您算算，这投资回报率不低吧？300人里有一半干了不到半年就走了，离职率他算过吗？招人花了多少钱他算过吗？创造营收的是那些加班加点的1线员工，又不是他在办公室里盖章创造出来的，这账算得真漂亮。那老韩呢？他在市场部干了6年，每年至少给公司带来1000万的业绩，你把他调去仓库，他能给公司创造多少价值？林总，老韩那是个特殊情况，他脾气太冲了，做出了点业绩就目中无人，严重影响了团队氛围。我身为人事部总监，为了顾全大局，只能把他调走，这也是为了咱们公司的团结着想，不是针对他个人。哼，什么老韩目中无人，这话说反了吧？嘘，老板好像要说狠话了。什么目中无人，为公司团结着想，分明是老韩不服从你随意安插亲戚朋友进公司才提出异议，结果被你公报私仇，恶意报复。陈泽，你这些年在公司的所作所为，我都已经调查得一清二楚了。这5年，你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关系费，违规调整岗，威胁恐吓同事，与供应商内外勾结，虚报招聘费用，挪用部门预算，以上种种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公司的管理制度，触犯了法律。我宣布，从今天起，解除陈泽人事总监的职务。林总，您不能这样，我这些年在公司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苦劳？你把一个干了6年的老员工调去仓库，逼得人家得了抑郁症，这叫苦劳？你把公司当你们家的花园，往里面塞关系客，这叫苦劳？你以权谋私，收受贿赂，威胁同事，这叫苦劳？我天天能在仓库看见老韩他，人瘦的脱了相，问他怎么了，他笑笑说没事儿。我要是早知道是这样就……把一个6年老员工逼出抑郁症，这货还有脸坐在这里？椅子底下全是人血。陈泽，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些年你至少从公司捞走了几百万，这笔账你自己去跟警察算，报警。
5年啊！他在这个位置上坐了5年，说塌就塌了。警察来之前，不要放任何人出这个门。陆芊芊，你有什么想说的？林总，我知道我之前做的不对，我不应该那样跟你说话，也不应该让你当我的司机，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呀。我要是知道你是老板，打死我也不敢那样做呀。我当然知道，毕竟你还想当总裁夫人呢。林总，您换个角度想，这1个月里我们每天一起上下班，何尝不是一种缘分呢？不瞒您说，其实经过这1个月的相处，我已经深深的被你吸引了。之所以一直坐您的车，就是觉得您特别有魅力，所以想跟你多接触接触。不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重新认识一下我。你觉得可能吗，陆芊芊？你通过关系入职，上班1个月表现恶劣，仗着有靠山欺压同事，威胁领导，公私不分，态度傲慢。公司不需要你这样的人。从现在开始，你被开除了。公司不是某些人的后花园，更不是可以肆意妄为的法外之地。从今天起，公司会成立一个内部审查小组，对所有部门的招聘、晋升以及调岗流程进行全面审查。有问题的人自己主动交代，公司可以从轻处理。被我查出来的，一律移交司法机关。我等会儿散会就去人事部主动交代，只求别移交司法机关。我上个月刚按陈总监的要求多报了一笔招聘费，那钱我1分没敢花，我现在说算主动吧。你怎么还没走？林总，我想跟您谈谈。没什么好谈的。林总，你不能就这样开除我。我之前之所以那样对你，只是因为我不知道你是老板而已。如果换成一个真正的车监工这样被我对待，你还会开除我吗？我会。我不信，不可能。如果我命令的是一个普通的车监工，你根本不会管这件事。你开除我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我让你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真是无可救药，陆芊芊。看来你还是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我要是介意你冒犯了我，就不会让你连续蹭我的车整整1个多月，更不会忍你到现在。我开除你，是因为你仗势欺人，压榨同事。那林总，你讨厌我吗？还是说，你开除我，是因为你怕自己喜欢上我？你觉得自己很有魅力？林总，我知道我之前做的不对，但我可以补偿你，任何方式都可以。你一个人管理这么多公司，一定很累吧？身为一个男人，难道你不想要一个像我这样年轻漂亮的女人，帮你排解压力吗？陆芊芊，如果你想通过这种方式来一飞冲天的话，那我劝你死了这条心。林总，我真的可以补偿你。陆芊芊，你给我下车！你以为开除我和我表哥就没事了？你以为你的公司真的是铁板一块？哼！你以为这5年只有我表哥一个人在公司里搞钱？我告诉你，他上面有人，敢这样对我们，你会后悔的。我等的就是那个人。林总，出事了！陈泽和陆芊芊在网上发了大量不实言论，现在舆论已经发酵了，网上铺天盖地都是对您的谩骂。您看需不需要安排发个声明澄清一下？不急。
大家好，我叫陈泽，是盛天集团的老员工。我在盛天集团勤勤恳恳工作了5年，没有休息过1天。这5年里，我为公司熬夜熬到住院，招人招到差点给人下跪。我拼了命的为公司着想，就是希望公司能更上一层楼。可我的老板是怎么对我的？他不仅把我开除，还颠倒黑白往我身上泼脏水，害得我平白无故赔偿了几百万。我受不了打击，心脏病发作，在医院抢救了3天才侥幸捡回了一条命。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因为我的实习生表妹初入职场，不懂那些弯弯绕绕，也不知道老板的身份，才顺路坐了一下老板的车，就被老板当众羞辱，说他是靠关系入职的，还当场把他开除。现在我沦落到人财两空、身体病危的状态，我表妹的生活也苦不堪言。她不仅找不到工作，还被老板的那些拥护者追着骂，说她不要脸，靠关系上位，每天以泪洗面。我和我表妹只是普普通通的打工人，我们没有背景，没有后台，斗不过大老板。但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公道，还有正义。我希望大家能帮帮我们，帮我们讨回一个公道。说实话，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错在了哪里。我只是看到公司有人跟我顺路，所以才好说歹说让他顺路带我一下。事后我也一直道谢，甚至还主动提出要给他车费邮费。我已经非常小心翼翼，非常有礼貌了，为什么他要这么针对我呀？难道就因为我没认出来他是老板，他就要这样羞辱我吗？我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呀，我怎么知道一个大老板会每天装穷在公司闲逛？我满怀憧憬的进入职场，每天加班到凌晨努力工作，却因为坐了老板的车就被当众羞辱、开除、封杀。这真的公平吗？难道有钱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员工就活该被老板活活逼死吗？我不服。什么黑心老板欺负你还有理了？这就是黑心老板的嘴脸，让更多人看到，今天我们不替他兄妹发声，明天谁替我们发声？我听说这个林总还让保安把陈泽的腿都打断了，现在人都在医院躺着呢，难怪穿病号服，原来是被打进去的。我是 X 平台的法律博主，今晚直播连麦分析这个案子，欢迎来听。沈晴，暂时不用发声明，让他们把戏演完，我们看戏。好的。这黑心老板就该被挂路灯，人家小姑娘坐个车怎么了？大老板至于这么斤斤计较？盛天集团老总不是咱们市的首富吗？都这么有钱了，还这么小心眼儿，支持兄妹俩维权，不能让这种黑心老板逍遥法外。林总，要不要发一个声明澄清一下？现在舆论发酵的很快，已经有3个自媒体号发了深度解读，全是站对方立场的。不急，现在发声明，别人只会觉得我们在洗白。他们准备了半个月才发出第1颗子弹，弹药库里肯定还有存货。等他们把所有子弹打光，等他们表演够了，我们再收网也不迟。好的，林总，需要我做什么准备？把之前整理好的那份调查说明再核对一遍数据的准确性，随时待命，等我通知再发。明白，林总。注册时间3天以内，有组织，有阵型，有备而来，还买了水军带节奏。我表哥在这家公司上班，亲眼看到那个老板当众扇了小姑娘好几个耳光，何止陈泽的腿都被打断了，膝盖骨碎成了3块，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你们知道的都太表面了，真正的原因是他想潜规则人家姑娘，人家不从，他就恼羞成怒把人开除了。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好在我早就做好了准备。这真的公平吗？难道有钱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就是他，你就是林天清，
你这个黑心老板欺负小姑娘算什么本事？有种滚出来！有本事出来跟我们当面对质！就是，快出来！欺负人的时候胆子不是挺大的吗？现在怎么怂了？调查说明已最终核验，错别字零，数据证据链完整，随时可以发布。可以开始了。收到，林总。关于陈泽欺压员工的真相。韩星，你别不识抬举，我安排我表妹进市场部，那是看得起你。你再敢说一个不字，我让你在这个行业混不下去。你不是能干吗？行，明天你就去仓库报道，我倒要看看你在仓库能做出什么业绩。我在公司干了6年，从没得罪过任何人，就因为不同意陈泽把他表妹安排到我的团队，他就公报私仇，把我调去仓库。从那以后，我每天失眠焦虑，吃不下饭，瘦了20多斤。医生说我得了中度抑郁，建议我住院治疗。我妻子没有工作，孩子还在上学。陈泽，你毁了我的职业生涯，毁了我的生活，你还有脸在网上卖惨？陆芊芊入职1个月来的真实表现，以下内容来源公司考勤系统原始数据、办公区监控录像及车辆行车记录仪。迟到22分钟，周2迟到35分钟，周3迟到27分钟，周4缺卡，周5迟到41分钟。等一下，每天迟到至少20分钟，他在视频里不是说每天加班到凌晨吗？我昨天还因为这句话心疼的给他捐了50块。我靠，监控总不会骗人吧？所以每天加班到凌晨是提前半小时走人，满怀憧憬努力工作，是上班时间刷手机自拍。我刚才还在帮他骂老板，现在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诸位打工人请注意，以后被开除不用写辞职信了，直接录一条哭诉视频，台词照抄陆芊芊的就行。反正互联网没有记忆，证据出来之前大家只信眼泪。什么玩意儿？以下为林总私人车辆行车记录仪自动保存的原始录音，时间跨度为陆芊芊入职1个月期间。你是公司的车间技术工吧？我昨天看到你开车经过锦绣小区了，我就住那儿，你顺路送我一程。以后你早上去公司的时候，记得在我小区停一下，顺路接我。我不喜欢烟味，虽然这是你的车，但你以后不许在车上抽烟。今天我比你早下来3分钟，你下次注意，别再让我等。我刚才把行车记录仪从头听到尾，一条没快进。他说他在视频里一直道谢，主动提出给车费，录音里从头到尾有一句谢谢算我输，一句都没有。注意到了吗？视频里他说自己好说歹说才蹭到车，录音里是他拉开车门就坐进去，直接下命令，小心翼翼，非常有礼貌。他连个请字都没用过。我是他同事，他工位就在我斜对面。他不是每天加班到凌晨，他是每天下午5点就开始化妆准备下班，我亲眼看见的。但之前我不敢说，怕被网暴。我是做视频剪辑的，他视频里那个心电监护仪的滴滴声节奏是固定的模板音效，倒进剪辑软件一比对就知道是素材库里的。所有心电图类的短视频用的都是同一段。真住院的人不需要在背景里配监护仪音效，他是怕观众不知道他在医院。我是那家私立医院的护士，我们医院没有心脏内科抢救室，我们连心脏科门诊都没有，只做体检和日间输液。他在我们医院拍了段视频就走了，连枕头都没睡热。我同事看到视频都笑了，但没人敢出来说，怕被网暴。现在证据被公示了，我终于能说了。以下照片拍摄时间均晚于陈泽视频中所述的被开除后苦不堪言的半个月时间窗口。每张照片均附有原始拍摄时间及第三方消费记录凭证，已进入证据保全程序。陆芊芊，原来这就是你这半个月每天以泪洗面的生活。我给他那条视频捐了200块钱，我1个月工资才4000，我觉得小姑娘刚扑业不容易。现在她告诉我，她用我的钱在喝红酒做美甲。我是律师，这条公告里的每一张截图、每一段录音都做了证据保全，这是一份证据公示。他只是把证据晒给你看，然后让公众自己审判。陈泽和陆芊芊请的水军再多也抵不过一份真实证据。打官司打的是证据，不是比谁哭声大。吞了那么多钱，他还有脸在网上卖惨？我昨晚熬夜给他写评论支持他，今天早上醒来发现我的支持喂了一只硕鼠。陆芊芊蹭人家的车还挑3拣4，真把自己当成公主了。人家开10几万的车怎么了？他坐进去就开始指手画脚，要换粉色车模，那是你的车吗？你就挑颜色。恶心。
就是在视频里卖惨的时候说的好听，我要是老板，我忍不了3天，他忍了1个月。这兄妹俩都把人家老员工害得抑郁症住院了，他们反倒在网上受害者，这也太不要脸了吧！韩星的照片你们看了吗？瘦了20多斤，全家就靠他一个人养。要我说，这个老板还是太善良了，被蹭车1个月都没说什么，换我第1天就让他滚了。而且你们注意到没？他被网暴了整整2天，手机被打爆，照片被 P 遗照，车被人围着拍窗户，他明明手里握着全部证，一个字都没提前放出来。换你忍得住，反正我忍不住。所以真相是，一个亏空公司的蛀虫，带着他走后门进来的表妹，在网上卖惨，颠倒黑白，买水军带节奏，想把老板往死里网暴。而我们这些人，被当枪使的人，又该怎么面对那个被我们冤枉了2天的老板？一切都尘埃落定，但还有一个人没有处理。林总，您找我。陈泽这次会被捞出来，搞这么一出戏，是你在背后帮忙的吧？冤枉啊，林总！我对您忠心耿耿，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忠心耿耿。那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陈泽收的300多万关系费，有一半流进了你老婆的账户？林总，这肯定是误会。误会？陈泽交代的很清楚，他每个月给你打款，少则2、3万，多则7、8万。作为交换，你帮他压住所有举报信，替他摆平所有内部调查，让他的人事部变成他家的私人领地。韩星被调去仓库的那份主动申请，也是你同意的吧？陈泽说要把家族里的男女老少全部弄进公司，让整个公司都是他们一家人说了算。这话他说了不算，得有你这个副总点头才行。王东，你是不是觉得这家公司姓王了？林总，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就是一时糊涂，被陈泽那小子拉下了水。我上有老下有小，您给我一次机会。你们联起手来坑害其他员工，压榨他人的时候，怎么不想想给别人一条生路？沈助理，叫保安上来。林总，林总，您不能这样！我为公司卖命7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你的苦劳，公司已经用7年的高薪回报你了。但你帮陈泽欺压员工，包庇贪腐，把公司当你们家的提款机，这笔账，你跟帽子叔叔去算。机会，家人，7年。那是王副总，连他都被架着带走了。我之前一直以为他只是工作忙脾气大，原来他的脾气全都用来掩护这种事儿。上个月他还在全员大会上说公司的利益高于一切，念了整整10分钟的诚信宣言。现在看那个场面，我应该录下来的，然后和今天这个画面对比着看。林总，谢谢你，这是我该做的。沈助理，发布全集团调查，范围扩大到所有公司，每个部门每个人，不管查到谁，不管他职位多高，背景多硬，一律严办。